欢迎回到摸石过河，我是查尔斯老查。今天的故事啊，我们呢要先从一个台湾网红说起啊。老查跟他的节目呢，大概有5-6年时间了。他的节目风格呢，一开始呢是那种辱华啊，就是有些是批评，但大多数时间呢是辱啊，真的是侮辱的辱，就是那种一上来呢就讽刺就搞笑，你隔着屏幕啊都能感受到他那种中共国你们休想统一我的那种优越感。然后呢，不知道从哪一集开始，也就是近些年吧，他变了。他开始骂的不再是地图炮喷大陆，而呢是一心针对老共，辱华呢也变成了反共。从观众观感上来看呢，这一步确实是一个比较大的认知跳跃啊。因为他自己也表达过，他喜欢大陆，他喜欢大陆的景色、食物，还有一些朋友。他也知道他们和大陆的政权呢是两码事儿。老查我觉得这个变化是值得记录的，但故事还没完。最近他偶尔也说出一些话，大意是说要统一要回归，也是应该大陆回归中华民国。当然啊，他自己也知道这是节目效果，可能说完就忘了，可能呢是为了抓眼球。但老查听到这句话忍不住多想了一秒，一个台湾网红从辱华到反共，还到偶尔说出中华民国统一大陆，大陆应该回归，这条轨迹后面藏着一个什么样的动机系统呢？很显然啊，他肯定不是在变得亲中啊，他是在用另外一种方式处理一个台湾人心里很难直接说清楚的东西。我到底是谁？我的那块招牌到底该如何发光？我又该怎么面对对岸那个庞然大物？这就不是个人问题了，这是台湾政治光谱里一条很多人不敢承认但确实存在的那条线。我们今天这一集中中台关系的第8章也是最后一章，老查呢会分享我3个月前在制作第1集的时候就已经完稿的一个硬核拆解。来进内容。2016年大选，蔡英文拿下朱立伦，民进党在台湾独立意识的推动下进入了新时代。从蔡英文到赖清德，民进党已经执政了3个周期了。3个周期是什么概念？12年。12年里，台湾的民意格局基本定型了。认同自己是台湾人而非中国人的比例，我们呢已经反复说起，各项民调都超过了60%，而且每年还在缓慢的上升。这个数字已经不再需要靠宣传了。一代又一代人在一个民主社会里慢慢选择，慢慢定性定型，不会回头。但这里呢，其实还有一个问题这个民意是真的稳定，还是暂时没有新变量的稳定？这2件事差很远。如果是真的稳定，那不管发生什么，民意都不会大动。但如果是其他性质的稳定，那只要有一方打出一张新牌，整盘棋的格局就会发生改变。开头那位台湾网红的变化说明什么呀？说明台湾内部可不是铁板一块，说明在某些条件下，某些认知框架是可以被触动的。可能是对民主的深度渴望，可能是大民族主义的崛起，也可能是来自不确定力量的威逼利诱。而在这种情况下，中中台关系节目里这3方主角也真正进入了决战时刻。在正式进入博弈之前呢，老查要先建立一个代称系统。我会把3个主要玩家分列清楚，为了呢让分析更干净，不被情绪带跑，老查呢会用可爱的代号给他们来做标注。第一位是阿龙大家知道是谁。第2位呢是季雄大家应该也清楚是谁了。第3位呢是碧猫，也就是招牌上有4个字那个，所以正好是 RGB 红龙绿熊蓝猫，老查没有刻意安排。另外还有一只在旁边看着的，也就是 A 鹰，那个从来不学习但永远不站在台面上的玩家。好，代称现在建立完毕，我们呢进入正题。我们先说碧猫因为碧猫呢是这局棋里最好理解的了。他的目标清晰的让人有点不好意思，就是把自己家那块4字招牌挂满全岛的同时，当然也不想放弃挂回那片陆地。这不是老查乱说的这是碧猫存在的逻辑基础。大家回头想想如果不是这个目标，碧猫还在这里干嘛呀？放弃吗？那招牌撤了，碧猫这个政治实体还是什么意义所以那块招牌不只是荣誉，是它存在的理由。他因为那块招牌而撑着，他也因为那块招牌而受困托举着。但问题来了，这个目标能实现吗？老查直说结构上呢极难。为什么呢？因为碧猫要达成这个目标，100%要依赖别人出错，不是靠自己强大，是靠对手的垮台。他需要阿龙先出错，他也需要 A 鹰在关键时候点头，甚至出手给予真正的保护。他同时还需要季雄也接受这个结果，但是季雄和碧猫的目标本来就在结构上是完全相反的诉求，3个条件缺一不可，所以只能等机会。但等待不代表躺平。碧猫这几年悄悄做了一件聪明事，他把战场从两岸意识形态转移到了地方施政。
你看他现在最有声势的几张牌啊，台北蒋万安、台中卢秀燕、桃园张善政，这3个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啊，他们不太会跟你谈独统，只跟你谈市政。蒋万安把英伟达海外总部引进了台北，在全台市县长的网络声量与好评影响力榜单上持续领跑，甚至被碧猫阵营内部都提前标注他为2028年的潜力人选。张善政至桃园，民调显示60%以上的桃园市民对他的施政非常满意，3次选战3次胜利，连季雄的兄弟姐妹们都承认他是个做事的人。这背后是一个碧猫生存策略的内在逻辑。当你暂时拿不回政权，你就用地方实际来重建执政能力的信用，不喊口号，不抬招牌，就是让市民觉得这些人会做事。为什么这个策略现在特别有效呢？因为这几年台湾中间选民经历了双重失望，先是季雄执政久了，意识形态越喊越响，民生却越来越沉默。然后呢，他们又转向白营，觉得柯文哲是个不一样的人。结果贪腐案一出白营直接崩了，老查甚至都没有机会给他安置一个角色。2条路都走过了，2条路呢都让他们失望了。这批人现在需要一个落脚点，而碧猫的几个市长恰好在这时候用实际站在那里，不说话就是最好的说话。这不是意识形态的胜利这是碧猫用最笨也最扎实的方案，在等待窗口期之前，先把自己的信用账户给充满。因为招牌是虚的，而政绩是实实在在的。等阿龙哪天真的出了差错，台湾选民需要一个落脚点，碧猫需要的就是那一刻自己已经准备好了。这种状态在动机系统论里有一个很直白的判断，这不是纯粹的等待，这是一种有准备的等待。等待那扇窗口打开，但在窗口打开之前，碧猫正确保自己有资格走进去。所以碧猫现在在做什么呢？他在维持那块招牌的存在感，维持自己的制度运转，维持一种我还在这里的存在叙事。但他很清楚一件事时间不一定站在他这边，内部每一届选举都在消耗资源和共识，而外部那个招牌随着阿龙的崛起越来越渺小。但渺小不代表消亡，招牌还在就有机会。而且有一个反直觉的逻辑老查呢后面还会讲，这块招牌因为阿龙的强大而变小，但也会因为阿龙的衰弱而重新发光。这是碧猫唯一的真正机会窗口，但那个窗口里等待的却不只是碧猫。好，碧猫讲完了，现在我们要来讲这局棋里体量最大、压力最重，也看似最难读懂的那一位阿龙。先说一个很多人搞错的事很多人以为阿龙要的是台湾岛这块土地，错了，或者说土地只是表象，阿龙真正要的是一个叙事的完整性。什么叫做叙事完整性阿龙的执政合法性建立在一条主线上，我们结束了100年屈辱，我们完成了民族复兴，香港回来了，澳门回来了，但你台湾还在外面。这条故事有一个缺口没有堵上，而且这个缺口每过1年就越来越显眼，因为他对着14亿人公开承诺过这件事一定得完成。所以台湾问题本质上不是领土问题，是阿龙对自己人民欠下的一张支票，支票不兑现，合法性就会有裂缝。那怎么兑现呢？老查把阿龙的选择拆成了3条直线路线供大家参考。第一条路大家呢可能没想到，那就是收买 A 英，不是收买某一个总统某一个国务卿，那也太天真了。 A 英不是一个人，是一套系统，军工复合体、智库、国会山、媒体，这是一个庞大的利益网络。但阿龙最近几十年其实一直在试图渗透这套系统的边缘，买债券、投资、建立经济依赖。连 A 英的老板都不止一次表述，甚至很羡慕阿龙的总裁。这条路的逻辑是让你离不开我，然后你就不好意思管我的事。结果呢，看似适得其反， A 英反而加速了脱钩的步伐。为什么？因为 A 英的系统有一个自我保护机制，一旦他察觉到依赖度过高，反而会触发反向动作。这也不是意识形态，这是他系统的免疫反应。所以这条路走得越深，代价越高，甚至还会越走越堵。但老查说越走越堵不代表这条路完全堵死了，有几个可能性，老查呢我觉得值得认真想一想。第一个可能是 A 英他自己先乱了。 A 英的系统是建立在2党共识上的，红党蓝党无论谁执政，对台湾政策的大框架基本稳定。但大家看看最近几年这个共识似乎正在松动和摇摆。有一部分 A 英的政治力量开始公开质疑，为什么我们要为一个离我们8000公里的岛和一个核武大国正面冲突呢？这已经不是边缘声音了。如果 A 英内部的孤立主义情绪继续发酵，阿龙甚至不需要收买 A 英，他只需要等 A 英自己分裂。第二个可能，找到一张 A 英真正在乎的筹码。 A 英这套系统最怕什么呀？不是军事失败，是经济失血。阿龙手里有一张很多人注意到的牌，
全球供应链里有几个关键原材料节点，阿龙控制着稀土、某些关键化工品、特定零部件的产能。如果阿龙某一天下决心在某个非台湾的领域做出一次足够大的交换，换取爱英在台湾问题上的战略性沉默，这不是没有先烈的逻辑1972年尼克松访华换的是什么？换的是苏联。所以只要有一个足够大的共同威胁或者足够大的共同利益，两个系统之间的默契是可以被交换的。这条路没有死，只是代价还没到。其实台湾本岛也有很多人知道这个情况，但大多数人呢是宁愿当鸵鸟的。而我们来到第二条路，阿龙自己内部出偏差，并且之后有人愿意和碧猫联手一起把季雄挤下海。这听起来很像政治幻想小说但老查要说的是，历史上不是没有过类似的结构性翻转。国共曾经合作过2次，每一次呢都是因为有一个更大的外部威胁，让两个死对头暂时站在了同一边。但今天的条件呢，阿龙内部有没有一股力量愿意换一套两岸叙事呢？还真的有，但非常弱，非常边缘。而且这股力量每次稍微抬头，就会被内部的政治正确给压下去。在阿龙的体制里，对台软化意味着政治自杀，没有人敢出第一个头。所以这条路不是不可能，而是需要一个极端的触发条件，某种规模的内部危机，让这个代价变得可以承受。所以这条路老查呢把它叫做阿龙换装。什么叫换装不是换人，是换叙事框架。阿龙现在的两岸叙事是统一是历史必然，台湾是核心利益，寸步不让。但历史上有没有一个陆权大国在压力足够大的时候主动调整这套叙事还真有。戈尔巴乔夫的苏联就做过类似的事。当然苏联的结局不是阿龙想要的，但那个内部逻辑是一样的。当维持现有叙事的代价开始超过换一套叙事的代价，系统会自己找出口。那么阿龙内部什么时候会出现这个临界点呢？老查的判断是需要3个条件同时出现。第一是经济出现足够深的危机，让搞钱的合法性来源动摇。现在的经济压力还没到那个程度，但方向是往那里走的。第二呢是内部出现一个敢于重新定义民族复兴的政治力量，把统一台湾从民族复兴的必要条件降格为长期目标，把党派合作上升成阶段性的落地解决方案来解决实际问题。这在修辞上是完全可以操作的，但需要有人愿意承担这个政治风险。第三呢是碧猫那边同时出现一个愿意演戏的对象，甚至都不需要真的统一，只需要两边都给国民一个方向感，一个两边大多数人都觉得合理可尝试的方法。当然这3个条件呢目前一个都不成熟，但这个方向可不是完全不可能。换装可不是投降，只是换一种活法。历史上呢很多走不下去的帝国叙事都是这么悄悄修改的。我们这里呢就不用展开了，但这条路呢却值得放在脑子里。第3条路呢就是抱帕瓦尔直接动手了，这是大多数人最先想到的，也是讨论最多的，也是阿龙内部的恶龙派们每天叫嚣最多的。老查呢也不回避，我们说透一点。首先闪电战在今天已经搞不了了。1990年代伊拉克72小时被打穿，那是一个卫星覆盖不完整、信息不对称的时代。而今天呢，台湾海峡每一艘军舰的位置，每一次军机的起飞，爱英的侦察卫星几乎实时可见。你登陆作战需要大规模的兵力集结，集结就会被看见，被看见就失去了奇袭的窗口，没有奇袭就是硬啃，硬啃代价极高。但更深的问题是不是打不打得赢，而是打赢了然后呢？爱英的智库的战争推演报告想必大家看的都能背了。兰德公司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这几年密集发布了对台海冲突的推演结果，结论有几个共同点让人深思第一个就是，就算阿龙军事上取得了控制，治理成本将是天文数字。台湾是一个高度城市化、高度现代化的社会，抵抗不会在沙滩上就结束的，会延伸到每一条街道、每一栋建筑。你是打下来了，然后你要用多少人、多少钱、多少年去维持这个秩序呢？想回到2战时代吗？拜托现在是 AI 文明社会了，你真的不怕变成全球公敌？你真的不怕人家组团来跟你玩勇者斗恶龙？第二，经济代价会反噬阿龙自己。台湾是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核心节点，战争期间台积电可不会完好无损的等着被你去接管。台积电的关键设备、关键人才会在冲突开始的第一时间就启动一套预税计划，这不是假设这可是公开讨论过的预案。你打下来一片废墟，阿龙又花钱又花人又损失掉了国际形象，得到的是什么呀？第三呢，爱英的介入没有人敢打包票的。智库推演显示，爱英直接军事介入台海冲突代价极高，航母战斗群的损失、经济脱钩的连锁反应和一个核武大国的正面对持这些代价呢，让爱英内部每一次推演都会出现同一个分歧。这第一岛链的战略价值值不值得这个代价？这题没有定论，而这个没有定论才是整个台海局势里最危险的变量。
阿龙在赌爱英不来，台湾全岛在祈祷爱英会来，但没有人会知道答案。毕竟如果台湾落入阿龙之手，整个第一岛链就此断裂失效，太平洋警察的权威就此不在，那就不只是台湾的问题了，是爱英整个在印太战略的崩塌。这个代价的多少会让爱英不得不认真掂量到底来是不来。所以什么火箭炸留岛不留人这个选项，有没有人在阿龙内部讨论过啊？老查可不知道，那是他们的机密。但从动机系统论来看，这个选项和阿龙的另一个核心目标直接冲突。阿龙最擅长的是什么？搞钱啊！这不是讽刺啊，这是事实啊！过去40年里，阿龙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崛起，这才是他真正的核心能力，这也是他执政合法性最重要的来源之一。现在的经济压力已经不小了，房地产还没解决，青年失业率还在高位，在这个时候打一场代价极高、结局不确定，还会被全球制裁的战争，这和他搞钱的目标南辕北辙。所以老查的判断是阿龙不是不想动，是动不起3条路，条条有代价。收买爱英，他系统免疫；内部偷廉避猫，处理不好这就是政治自杀。爆帕瓦开战，经济反噬后的大萧条，你该怎么收场呢？这就是阿龙的困境。他拿着一张必须兑现的支票，但3个提款机都坏了。但老查还有第4个选项没说，其实呢，在之前的节目里也说过，这个选项不在任何智库报告里，因为它太无聊了，所以没人愿意去写它。那就是他耗着，不捅不舞不谈，就这么对持着。阿龙那边有没有可能一直耗到下一代领导人上台？有可能，而且现在的轨迹就是往这个方向去飘的。但耗着有一个很大的变量，就是人阿龙现在的领导层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是那个统一是历史使命，台湾是民族伤疤的情节刻进骨子里的时代。但往后数80后、90后一代的领导人呢？老查想问大家一个真实的问题一个90年出生，在北京长大，在清华读书，然后在体制里升迁的年轻官员，他对台湾能有多少真实情感连接他每天面对的是什么呀？房价、升迁、派系、绩效。台湾对他来说更多是一个政治正确的答题框架，而完全不是一个真正让他夜里睡不着觉的执念。情节会随着代际稀释，这对纪雄和毕猫来说本来是一个窗口，但这里有个小反转从2012年之后，阿龙开始对适龄儿童实施了一套更系统的教育，老查就把它叫做红龙教育吧。历史叙事强化，民族情感植入，台湾议题等等从小学开始就有了标准答案。这套教育针对的是2010年之后出生的这一代，也就是说再过15-20年，阿龙的新生代官员他其实并不是情节稀释那批人，而是被系统性重新激活了情节那批人。纪雄如果真的在等阿龙自己垮，也在等代际更替带来的松动他的时间窗口可能比他以为的还要短。好，现在我们要来讲纪雄这是整个中东台三角关系里老查其实最难下笔的一个主角。为何因为他是中东台关系里最不确定的一个。阿龙和毕猫是确定的，是有历史包袱的，而纪雄却是一个时代产物。不是因为它复杂，而是因为它的故事有一种令人唏嘘的结构。一个曾经为了某件正确的事而战斗的政党，在赢了之后开始慢慢变成了他曾经最痛恨的样子，连阿龙在旁边都只点头。我们从头说起纪雄的诞生是带着鲜血和牺牲的，党外运动、美丽岛事件、林宅血案，那一代纪雄前辈是真的付出过代价，他们坐过牢，他们的家人受过威胁，他们在一个威权体制下坚持说这里需要另外一种可能。这不是口号这是真实的牺牲所以纪雄早年的动机系统是干净的，对抗暴政，争取民主，建立一个台湾人自己做主的政治空间。这个动机在道德上站得住脚，在历史上也被证明是对的。而且台湾的民主化，纪雄是真正的推手之一。这一点不能因为我们今天要分析他的问题就抹杀掉这段历史。但一个政党在野的时候是斗士，执政了之后又是什么呢？这是历史一遍又一遍重复的问题纪雄目前执政了3届了，12年，12年里不仅仅是老查，在社会上各位同仁都观察到4件事，让他开始走向魔障。第一件是两岸政策越来越生硬，失去了弹性。纪雄早年的两岸论述是有弹性的，陈总统的时代还在玩文字游戏，还在找各种空间，但一路走到今天的赖总统，两岸政策已经变成了一种政治姿态，而不是战略管理。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两岸互不隶属，这句话说出来是说给台湾人听的，还是在解决任何实质的问题大家心里各有一本账目。但很明显，就是因为根本解决不了，所以只能表态。因为只能表态，所以只能越表越硬。但越表越硬，就越失去谈判的空间。而失去谈判空间的后果，可不是纪雄来承担
而是2300万台湾人来承担。这就不是领导了哈，这是把风险转移给了选民。这个操作很聪明，而且也很不好意思的说，对岸的阿龙啊都笑了，并且表示十分的支持。第二件是内部派系化严重，新式的集权。纪雄当年骂碧猫什么黑金、派系、侍从政治，现在纪雄内部呢，英系、赖系、苏系各自为政，互相卡位。赖总统上台之后啊，大力培植亲信，把非赖系的生存空间越压越小。这和当年威权时代的派系逻辑有多大区别呢？我们在这里啊，不是说赖总统是个坏人啊，在老查的频道里，对政党的分析一直是站在政党本身的角度。当一个政党执政够久，他就会开始复制他曾经反对的那套权力运作方式。这不是个人道德问题，这是系统的引力。权力有自己的语法，不管你是哪种颜色，你坐上去够久，你就会开始说那种语言。第三件事情是执政后的腐化，和当年批判的碧猫越来越像了。采购舞弊案、媒体争议、特定利益的靠拢，这些事情在任何执政党身上都会发生。但纪雄的问题不只是腐化本身，而是他腐化的同时啊，还在用道德高度包装自己，一边说我们代表台湾价值，代表民主价值，一边啊却干着和当年黑金政治没有太大差别的事。这种落差是会积累的，选民的倦怠不是一天爆发的，是一点一滴积累出来的。第四件事是用意识形态凌驾民生，选民啊开始疲倦了。台湾老百姓最关心的是什么？房价、薪水、电价、医疗、育儿。但纪雄执政叙事大量的精力放在了哪里啊？搞两岸对抗框架建设，搞台独转型正义化持续推进，还有啊对碧猫阵营的追杀与罢免。这些事情不是不重要，但当一个普通的台湾年轻人发现自己的薪水10年没涨，房子买不起，然后打开新闻看到的全是我们在捍卫台湾的主权，一开始啊确实很爽啊，但很快他开始就会有一个更真实的感受，你们在捍卫的到底是台湾还是你们自己的执政位子啊？这个问题纪雄现在还没有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而且啊会让一些有理智的民众轻松找到相似的感觉。没错啊，这不正是对面阿龙搞的宣传一样吗？阿龙啊他又笑了，但老查要说清楚一件事啊，纪雄他魔障了不等于纪雄会倒，他还是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他还代表的台湾本土意识是真实的，是有历史根基的民意，这个民意不会因为执政腐化就消失，认同是长期的，不满呢是阶段性的。所以纪雄的问题不是存亡问题，而是变质的问题。他还在，但他和当年那个为了某件正确的事而战斗的政党已经越来越不像了。好，讲完了3个有历史的主角，而就在纪雄开始倦怠，碧猫在等待，阿龙在困境里耗着的时候，这个时间分析里，台湾内部正在悄悄生长出一股新的能量。他现在或许没有党名，没有领袖，没有清晰的意识形态框架，但他有一件纪雄当年起步时也有的东西，真实的愤怒和真实的渴望。老查呢把它叫做台湾新势力。在讲他之前啊，老查要先说一个人啊，白党的柯文哲。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他，有一件事是真的，他曾经代表过这一种真实的渴望。台湾就有一批人啊，他厌倦了蓝绿的对决，厌倦了意识形态的绑架，厌倦了你支持他就是卖台，你支持他就是亲共这种非此即彼的政治语言。他们想要一个第三种可能，柯文哲出现了，他们呢就跟上去了，然后呢贪腐案，自古啊白的就不能沾一点黑，因为啊会太明显。然后他们发现啊，这个第三种可能不过是另外一种版本的旧政治。柯文哲的问题不是他这个人啊，而是他这一代人的局限。那什么叫做这一代人的局限呢？就是一个在戒严时代成长的人，一个经历过台湾民主化运动的人，一个骨子里装着那个时代激情与伤痕的人。他们无法不被那个时代塑造，那个时代给了他们勇气，也给了他们盲点。带着那个时代烙印的人没办法完全走出那个时代的政治语言，所以柯文哲搞到最后还是走进了同一套权力游戏的文法里。不是他不想不同，是他的底层系统啊和那套文法太相似了。那真正的心在哪里呢？老查认为啊，在一批现在还没有完完全全进入政治舞台的年轻人身上。不是现在那些大学生政治活动家啊，那些人啊很多啊已经被纪雄等等各种势力啊提前收编了，而是那些完全没有历史包袱的一代。他们在民主台湾出生，在网络时代成长，他们对啊我们当年为民主流了多少血这句话没有共情，只有尊重。他们不恨大陆，也不会盲目的爱大陆，他们对大陆的感觉呢就是一个复杂的邻居。他们对中华民国这4个字没有碧猫那种情感连接，也没有纪雄那种想要消灭他的冲动。他们想要的非常简单，一个可以正常生活正常工作，不用每隔4年就要在存亡焦虑中做一次选择的地方。这才是真正没有被染色的政治基础。
那老查在这里啊，要聊一个问题啊，一个老查思考了很久的问题：台湾如果真的想独立，它的出路在哪里呢？这里啊，我们不谈感情啊，或者说不谈民族道德，纯粹从系统结构上来看，老查呢在这里啊，先讲一个历史故事啊。1814年，挪威被丹麦割让给了瑞典，挪威人不服啊，但他们没有武力，没有外援，没有任何单独抵抗的能力，所以啊，他们做了一件事，他们在联盟内部保留了自己的议会、自己的法院、自己的政府，外交和军事由瑞典主导，但挪威的内政挪威人自己管。然后呢，他们在这个框架里等了90年，90年里，他们不断积累制度，积累认同，积累国际能见度，积累一个我们是独立主体的历史事实。1905年，挪威议会宣布联盟解体，随后举行公投，结果是368208票赞成，只有184票反对。一场没有流一滴血的独立就这么诞生了。瑞典承认了，国际社会承认了，挪威就这样成为了一个正式的主权国家。老查把这个故事讲完啊，不是要给任何人出主意啊，老查只是想问一个问题，让观众朋友们自己去想：历史上有没有一种路径，就是先在一个更大的框架内存在，然后用时间和制度的积累，最终完成合法的分离？答案是有，而且成功过。那台湾新势力这一代年轻人，如果他们真的想解决这个问题，他们面对的核心矛盾是什么呢？第一，他们想独立的念头本身并不是为了独立这个词，也不是为了这个 title， 而是为了真真正正脱离这些纷争。所以第二，独立之前有一个东西挡在路上，不是阿龙，而是避猫的那4个字的招牌。这块招牌保护了台湾70快80年了，但它同时也锁死了台湾，因为它的法理存在让台湾永远处在一个内战未完结的叙事里，而不是一个独立新国家的叙事里。所以啊，这是一种思路啊，老查呢把它放在这里不做评判，我只是把它说出来。如果想和平安静的拿掉这块招牌，需要什么条件呢？它需要一个更大的框架，让中华民国这4个字在里面自然的消解，而且是在连对面都开开心心，甚至是一种解脱的情况下，就这么顺理成章的完成了。而在台湾的地缘现实里，能提供这个更大框架的只有一个地方，是的，反而只有一个地方，那就是对岸的阿龙大陆。请大家注意啊，这里并没有那种什么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的鸡汤论述啊，而且呢，它还伴随着一系列的问题：怎么进入那个框架，怎么在那个框架里保持自己，怎么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像挪威一样从框架内部完全分离，怎么才能抚平各方势力各个团体的情绪，同意这个决议。这些啊都是难上加难的问题。当然，挪威的处境和台湾不一样，毕竟时代不同了。当年的挪威在联盟里有完整的法律主体地位，而台湾有没有，能不能拿到，这本身就是这道题最难解的部分。老查不知道答案，老查更不能确定这条路是否可行，代价是否可以承受。但老查知道一件事，这个问题只有一批真正没有历史包袱的人才有可能冷静地去想它。毕竟这可能是一个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计划，那一批人可能现在还在读书，还在刷手机，或许呢有一部分已经走上街头为民请命，亦或许还没有进入政治舞台，但他们迟早会来。而当他们来的时候，中中台关系这盘棋才真正进入最后一局。好，我们走了很长的路啊，从荷兰人的仓库到震惊的方案，从日本的黄云化到228的伤疤，从李登辉的身份政治到国台办的72年漂移，从阿龙的3条死路到避猫在地方施政里慢慢充电，再到纪雄在执政中慢慢变成他曾经憎恨的样子，最后到一批还没有名字的年轻人和一个还没有人敢认真想的问题。8集将近6个小时。整个系列老查想说啊，独统的表象问题下藏着一个完整的大动机系统，表象背后是3个主体，各自被自己的动机锁死，各自在一个没有出口的结构里做着看起来合理，但加在一起呢却毫无出路的系统性选择。阿龙想叙事完整，所以呢他不敢放手；避猫呢想要继续存在，所以呢他不能选边；纪雄想要代表台湾，所以呢他不能妥协。每一个动机单独看都合理，放在一起就是个死局。但老查并不悲观，因为死局不等于永远是死局。历史上所有看起来无解的结构，最后都是被一批不知道这件事无解的人，用一种没有人想到的方式意外的给解开了。挪威人等了90年，用一张选票完成了独立，没有人能在1814年预测到这个结局，完全不可能有。
所以老茶上面最后一段话不是给大家答案，而是呢给大家提供一个工具，看清楚这个系统，知道每一个玩家在怕什么、要什么、被什么锁死，然后呢在这个系统里保持我们自己的清醒，不被任何一个阵营收编，不被任何一种情绪劫持，不因为问题太难啊就假装它不存在，也不会因为答案太远就放弃去想它。摸着石头过河，不是因为我们知道对岸在哪里，而是因为走下去踩住了，摸起来，我们才知道机会在哪里。我是查尔斯老查，一个研究与 AI 共生的中年工程师。这里是摸石过河，中东台关系系列啊，在这里啊就全部完结了，一共8章。感谢每一个走完这8章的朋友，你们呢是老查最想对话的观众，愿意花时间看一件复杂的事情被拆解得清清楚楚。台湾的篇章就此结束，但是华人世界里其实呢还有一个更大的火药桶，值得我们好好聊一聊。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